最近长兴存储 IPO 市场热度很高。作为一线的投资经理，我是如何跟踪资金走向和板块走势的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下我重点跟踪的几个指数。第一类就是阿里巴巴指数和港股通非银指数，这些呢都是上市前就持有长兴存储的股东们，利好逻辑也十分简单，这里就不重点展开。第二个指数就是近端次新股指数。所谓的近端次新股，就是上市不满4个月的新股。这里的逻辑也很清晰，长兴存储上市，资金就会涌向新的龙头新股，旧的一些次新股就会遭遇资金的抛售。所以，长兴存储上市对于近端次新股来说是一个挤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5月份的高点到现在，这个指数已经回撤了36%，今年以来累计下跌15%。第三个指数就是存储器指数，背后就是其他存储芯片概念股。这里的逻辑就是，长兴存储处于国内存储行业龙头地位，上市后就会确立市场对存储器板块的估值锚点。假设长兴存储上市后总市值3万亿，按照2026年预估净利润1500亿算，估值也就20倍。那么现在已经被炒到大几十倍估值的股票，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？所以，长兴存储上市对于其他存储芯片概念股来说，也是挤压为主。这里可以看到，这个指数从最高点到现在也回撤了21%。最后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板块指数，近期呢，这个板块也遭遇了大幅杀跌。前期炒预期太高了，资金已经非常拥挤，长兴存储上市红旗流动性边际上有点松动，就会出现踩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指数从最高点到现在也回撤了22%。关于长兴存储 IPO，我还做了更深度的分析，欢迎点击下方链接直达。